Hello， 大家好啊！今天这期视频呢，算是我新系列的第一期。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松露的故事。传说啊，早在4000多年前呢，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这个苏美尔古国中啊，有一小孩儿。有一天呢，在森林中玩的时候啊，就发现埋在土里的这个松露。这孩子也第一次见这东西啊，凑近了一闻，嘿，还挺香，感觉能吃啊。于是就把这玩意儿送给了当时的国王。正好这国王还是个吃货，你看。发现松露确实能吃之后呢，非常高兴，然后就被苏美尔人呢用楔形文字啊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了。时光飞逝啊，过了又将近2000年，直到古罗马时代的到来啊，这个松露才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载。当时呢，有一个叫做阿比西斯的美食家，他写了本书，翻译成中文呢叫《厨艺》。这本书呢就介绍了6种关于如何烹饪这个松露的配方。屏幕上的呢是1958年根据9世纪留下来的手稿啊，翻译成英文的其中一种配方。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先把这个松露给煮熟后啊，扎点眼儿，然后撒上盐，给煎至焦香，再把这个松露取出备用，别洗锅，倒入肉汤、胡椒啊、蜂蜜、葡萄酒、橄榄油，再煮成浓缩的酱汁儿。最后把松露下锅后呢，收汁儿装盘。照着复刻了一下，尝尝什么味儿。闻着还挺香，你别说。表皮有点硬，里边已经煮得很嫩了。这黑松露这么吃，在当今社会是真的非常的奢侈，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国王面前，这就应该就不值得一提了。确实算是宫廷美味。当然了，时隔2000年，它这个配料表里啊，也没有任何的配方比例，所以搁多少东西啊，纯靠我的想象。这还真挺不错，你别说。吃完再接着讲啊。Nice。不过据我了解啊，当时在古罗马时期啊，他们吃的是一种沙漠松露。说到这里再延伸一下啊，其实松露呢，目前发现了至少有180多种。但只有13种左右呢具有商业价值，其中就包括了沙漠松露和不同产地的黑松露和白松露。因为今天我没买着沙漠松露，就用这个国产的黑松露代替了。就这样又过了几百年，直到这个西罗马帝国崩溃，欧洲沉入了这个黑暗时代，人们对这个松露呢又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时期的宗教力量呢非常的强，这神职人员们呀就认为这松露啊又丑，气味又奇怪，这其实猛地一闻呢，有种那种汽油和这种刺鼻的味儿，甚至觉得松露的这个气息呢，能够勾起人们的情欲。更离谱的呀，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黑松露的气味能让这个植物烧焦，简直就跟恶魔一样邪恶的存在。因此，就从公元5世纪开始，这个宗教领袖们就下令，都别给我吃松露啊，严禁人们食用松露，甚至要将这个松露呢完全销毁。就这样啊，又过了数百年，随着这个十字军东征。然后奥斯曼帝国和这个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欧洲呢开始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文化影响，其中就包括了美食文化。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解到，哟，亚洲那边还有一种香料能用来调味儿，但当时很少有商队能越过阿拉伯半岛进入这个神秘的东方进行交易嘛，这就导致呢，在欧洲啊，香料无比昂贵，只知道这香料好吃啊，买不着，吃不起。不过随着文艺复兴，这个皇室和贵族们呢，逐渐的再次把目光放到了一种散发着这种奇妙香气的食材上，就是松露。这贵族跟皇室们都开始再次吃这玩意儿了，那自然禁令呢也就解除了。最终呢，在15世纪左右啊，这一些欧洲的王室啊，就开始将松露的一个碎屑给加到这个烤鸡、奶酪这种食物里，以增添它风味儿。这基本上其实也就是当今社会食用这个松露的主要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啊，松露呢才从被人们快淡忘的食物变成了一种美味的调味料。从以上这故事可以看出来什么呢？是在当时这个松露之所以在欧洲受欢迎，我觉得有一大部分原因啊，还是因为他们当初没有香料吃。言归正传啊，随着这个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人呢率先发现了新大陆，这也使得他们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过尽管啊一艘一艘满载着香料的这个商船不断的来到欧洲，人们已经开始熟悉了胡椒、肉桂、丁香、黄姜等调味，但是因为啊一直以来这欧洲的贵族和美食家们就赋予了松露太高贵特殊的地位，以及这个松露呢是他们本地产的，并且是纯天然的这个特性，再加上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所以他们仍然把这个松露视为特别珍贵的食材。
在17世纪末的时候呢，这松露就已经成为了法国市场上最受欢迎和昂贵的食材之一了。不仅如此，这个欧洲贵族们呢，还发明了一大堆用来形容这松露味道的生动词汇啊，就比如麝香、泥土、大蒜、蜂蜜、瓦斯、酵母、湿草、奶酪等等等等。再加上本身这玩意儿的稀缺性，又使得松露高大上了不少。你别说就把刚才这些味道加在脑海里，强行的这么一闻，那觉得这玩意儿确实有点意思，很高级。在1699年的时候就有一位英国的科学家叫做约翰雷，他用一个超大的放大镜在松露上看到了特别微小的蜂窝状的结构，这种结构后来呢就被称为真菌孢子。然后又过了一些年又有一位叫做埃迪安·杰弗里的这个法国科学家，就终于把这个松露定义成了一种蘑菇。这个确实不仅代表了当时科技的进步也终于弄懂了松露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就更坚定了欧洲人对松露的信心，终于弄懂的是啥了，更敢吃了。以前吃半天不知道是啥，可能心里也没底。就在这种背景下呢，松露的种类呢被进一步细化，其中呢，意大利的白松露和法国的黑松露最为名贵。看到这儿，肯定有人问了那咱中国的黑松露算什么东西一会儿再讲。逐渐的呢，这意大利和法国甚至出现了松露猎人这个职业。每个猎人身上呢都有家里祖传的一个藏宝图，上面记载着他们祖辈曾经找松露的地点、时间、大小。所以从这儿呢也能看出来，他们松露猎人都是祖祖相传的，爷爷是猎人，那爷爷的爷爷还是猎人。最早呢，人们是通过母猪来寻找松露，因为松露的气味能诱发母猪的性冲动，所以母猪对这玩意儿就情有独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云贵地区早年把这个松露称为猪拱菌。这刚才就说到了，那这个中国松露为什么不够名贵呢？就是因为在欧洲那边人把这玩意儿都捧天上去了，他们无比珍惜的食材，在中国给猪吃的中国人根本就不份儿，就不吃，所以他们可能碍于面子，就把中国的这个松露呢定义为叫做印度块菌，跟他们法国产的呢并不一样。但是我看有相关的资料并不实锤呢，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印度块菌和法国的松露搁在一起它对比起来味道的差距非常的小。但因为我没有实际对比过，这个我就是跟大家当乐子要聊一聊。但是呢，因为这个母猪见到松露它会发情嘛，就乱拱，甚至会直接给这个吃掉，导致很难控制。所以这个松露猎人呢更喜欢用松露猎犬来帮忙找松露。但是狗跟猪不一样的是呢，需要从小训练，猪找松露是本能，而想训练出优秀的这个松露猎犬前提就是这个狗它得喜欢吃松露。所以从小呢就喂这猎犬松露，不爱吃的直接 pass 掉，爱吃松露且专注度强嗅觉又灵敏的猎犬才最终能被训练成松露猎犬。从生物学来讲呢，松露呢并不是靠种子繁殖的，而是靠孢子，因为它是一种生长在地下的真菌嘛。通常来说它们生长的时候必须得跟这个树木的根部一起生活，就跟朋友一样，也就是所谓的共生。在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共生跟寄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关系。寄生呢，就是寄生者在寄生中获益，同时会对寄主造成伤害。说白了是啥呢？就是 A 寄生在 B 身上，并且从这个 B 身上获取了养分。这个 B 被寄生之后呢，失去养分的同时，并不会受到任何好处，这就叫寄生。而松露呢，则是通过它们的菌丝也就是一种细长的这种真菌细胞，扩展到土壤里，帮助这个树木吸收水分和这个矿物质，甚至还可以保护树木的根部呢免受病虫或者病原体的侵害。因此，在帮助这个树木生长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增强这个树的免疫力。而松露本身呢，也能从树木中获得这个碳水化合物等有机物质，作为它们自己的这种营养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共生关系。那正因为必须要有这个孢子与其他可形成共生关系的树来繁育，所以想人工种植这个松露呢，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在1808年，法国有一个叫约瑟夫·塔隆的哥们儿，在这个阿普特市呢，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一种新方法。我种不出松露，那我就种树呗。于是呢，他就把他能发现有松露的橡树旁边就开始种这橡树。果然过了几年在新长出的这个橡木树底下，还真发现了松露。这一创举呢，开创了松露种植的新纪元。
但是俗话说财不外露，这哥们儿啊把这事传出去后，在1847年呢，另一个叫做奥古斯特·卢索的这个法国哥们儿啊，用同样的方法在卡庞特拉市开始大规模的种植这个橡树林，同时呢也成功收获了大量的松露，因此还荣获了1855年的世界博览会的奖章。而这个松露的种植业呢，就在法国南部迅速就兴起了。然后在19世纪末的时候啊，一场流行病正好还摧毁了当地的葡萄种植业和这个蚕丝业，导致大片的土地全用来种植松露了。据说同时期他们那个松露的产量直接达到了上百吨，用来培育松露的这个树呢，种植面积达到了75000公顷。这是什么概念啊？一个足球场大约面积是0.75公顷，相当于10万个足球场的面积全用来种树了。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的到来，这个松露的产量急剧下降，同时这个价格就飙升。虽然近几十年呢，这个人工种的松露再度升起了，但是啊，因为采集松露的人工成本太高，这玩意儿种多了，产量上去了，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所以种植者为了保持这个收入能跟他们消耗的这个劳动力保持平衡，刻意的限制了产量。说白了就是，虽然种这个松露现在不是什么难题了，但是你采摘松露依然需要松露猎人这种高人工成本的职业。结合以上的这种种种因素啊，也导致直到现在松露的价格依旧居高不下。看到这儿，可能小伙伴问了，哎，这不都人工种植了吗？为什么还得有松露猎人呢？其实这么回事啊，这个松露它实际上是长在土里的，还不像萝卜，它上边有根苗，它是完全在土里。所以说，虽然你种了大片的林子，你知道哪棵树底下有，但是你要没有一个狗去帮你闻，帮你更精确的确认范围，你就得把这个土全翻了找。但是你要把土全翻了找呢，又会把它这个菌丝破坏。你今年挖出来了，明年就不长了，所以就是它种的容易，但是你真想收集采集呢，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等啥时候这个采集松露能实现全自动化了，比如我整个机器狗自己就能去林子里挖，那时候其实价格我觉得就真的下来了。聊完松露的历史故事呢，再额外跟大家分享2个关于松露的吉尼斯纪录啊。首先呢，就是目前世界上最重的松露纪录。是一枚意大利的白松露，于2014年12月4号，当时的称重是1786克。2天后呢，被中国台湾的一大哥6.125万的美元给拍走了。第2个记录呢，就是历史上最高的松露成交价啊，也是一枚意大利的白松露，重达1.3公斤，也就是1300克。于这个2007年11月23号出土，同年的12月1号呢，在澳门被赌王何鸿燊以33万美元给拍走，相当于1克这松露啊，就有253.8美元，我靠，比黄金都贵。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2个关于松露的正确处理方法。如果切不好松露，我觉得不管从口感上还是味道上都大打折扣。首先就是刨片法，也是目前最主流的吃法。这个呢，就是专门用来处理松露的刨片刀，网上就有卖的啊。我这一把298块钱。松露呢，用的是5厘米大小的国产黑松露，就是刚才所说的印度块菌，1斤500块钱。这玩意儿呢，就是单体个头越大，斤价就越高。这要是8厘米一个的，就要800块钱1斤。这在松露中还算便宜的。不过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横截面跟最顶级的法国黑松露比，我觉得从肉眼上来看，真的没什么区别。另一种呢，就是刨丝法，根据搭配不同的食材，比如蓝鳍金枪鱼大腹啊，我觉得比刨片法更好吃，因为刨出的这个丝儿呢，它更绵密，不像片儿是有一定硬度的，并且可以把它的香气发挥到最大。这个刨刀的品牌呢，是一个叫做 Microplan 的美国品牌，我可能念的不对啊，你们大家看字幕就行了。单纯的分享，不是带货啊，也不给链接，你们要真想要的自己去搜。今天我这就是弄了一个蟹黄拌面，里边搭配的黑松露，简单的拌一拌啊，有点坨了。太奢侈了，这个要在餐厅最少158、200多起步，但其实自己做成本可能就50、60块钱。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松露这玩意儿虽然有炒作因素，但它之所以贵，还是因为稀缺性。如果大蒜这个养殖和采集难度跟松露对调一下，我估计大蒜卖的更贵啊！你要真弄个蒜蓉生蚝，我跟你说都得在米其林3星当主菜。OK，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这个新系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